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57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威少的篮球鞋一直以澎湃的前掌脚感而被一众跟威少打法类似的球员所喜爱，但是之前的威少5代在动态锁定方面的表现实在是难以胜任实战的任务，因此我完全是不推荐大家去购买威少5代的。而他的支线 One Take 在实战方面的表现依旧稳定。在很早之前，我测过 One Take 的第1代，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就比威少3代更为优秀，或者说是更加适合大部分人。而今天的 One Take 3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球鞋的外观。这一双鞋的外观，你觉得可以打几分呢？在整体的设计语言上面，依旧是非常的威少，依旧是非常具有棱角的一个外形。但是在细节方面，明显是要少了许多。整体在外观方面会简洁很多。除了鞋身上多处的 AJ 以及威少的个人 logo 之外，在球鞋内侧的2对动态鞋带孔上面印着 Why Not OT3 的字样，而在后跟处的针织面料上面也可以看到威少的个人 logo。那作为一双支线鞋款来说啊，在细节方面已经算是做得不错的了。那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在大底方面，球鞋的中间有一条折线将大底一分为2，一边是零碎的细小纹路，一边则是跟折线平行的人字纹纹路。球鞋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在大部分的场地上都能够拥有比较不错的抓地力表现。不过由于我最近打球的场地基本上都不是很脏，所以对于它的吸灰方面的控制啊，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如果有朋友穿过它，在灰尘比较多的场地上面进行实战过的话，可以在这里说一下，让其他朋友了解一下它对吸灰方面的控制做得怎么样。而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是搭载了 XDR 耐磨橡胶的，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磨损。那如果想要用它来打室外的塑胶地，绝对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主要的发力点位置，它的大底纹路还是比较偏细的。那如果你要选择它进行水泥地上的实战，我是不推荐的。而在中底方面，它就没有那么的威少了。前掌的 Zoom 依旧是一块面积比较小的扇形 Zoom， 跟 One Take 1代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穿上脚之后啊，并不会有像1代一样特别明显的脚感，但是它依旧给了你那一种前高后低的脚感。虽然威少的大部分球鞋啊都是这样的脚感，但是从4代开始就已经有明显的改进了，并且这一双鞋的前掌 Zoom， 我相信它绝对是不厚的。我不知道为何还是要把它的中底设计为前高后低，我不是很理解啊。不过虽然前掌比后掌要略微厚一些，但是它的场地感依旧表现的还算不错，整体的球鞋重心依旧还是比较低的，并且前掌的 Zoom 气垫气压是比较高的，在突破的过程中并不会出现任何的泄力感。不过由于气垫的厚度并不算厚，它并不能提供给你像正代上面一样的力反馈，它的反应性表现啊只能算是一个正常水平。而在整体的缓震方面还算比较不错，虽然跟之前的 Carry Low 5一样，也只有前掌的 Zoom， 但是它的中底泡棉调教明显是要偏软一些的，在实战的过程中不会感觉到它的缓震有什么不足。对于像我这样180斤的体重来说，它的缓震也是够用的，实战下来并不会感觉到明显的膝盖方面的不适。鞋面是这一双鞋对比正代来说啊最大的一个提升，皮质、网纱、热熔材料3种材料组成了这一双鞋的鞋面。鞋面的整体延展性是非常小的，这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鞋面强度，并且球鞋侧面有一块硬度非常高的热熔材料压在了鞋面上。再加上大面积的中底橡胶上翻，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会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能够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鞋面的强度方面啊，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在包裹性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虽然球鞋依旧只使用了5对的鞋带孔，但是好在它鞋身上有2对是固定的鞋带孔，前掌的动态鞋带孔负责包裹住双脚，而后面的2对固定鞋带孔则负责锁定。球鞋在实战的过程中，不管是在包裹还是在锁定方面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并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现象，这一点比威少5代做的好了很多。
而在鞋面的整体抗扭性方面，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它的中底是毫无抗扭的。虽然球鞋的中底部下方确实置入了一块抗扭片，但是它的强度是非常低的，想要将球鞋折弯非常的容易啊，根本就不需要用力。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不管想要怎么去扭动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双鞋在抗扭性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问题，这就要归功于它这一个防侧翻角的设计了。球鞋的防侧翻角做得非常大，并且硬度也非常的高，它的设计范围啊非常的广，整一个前掌都做出了外扩。当你穿上这一双鞋的时候，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它这一个防侧翻角的存在。一上脚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一双鞋其实跟灵活是一点都不沾边的。它超级宽大的前掌根本就不会让你有那种穿了欧文球鞋之后想变相的那一种冲动。而当你在做一些侧向蹬地或者是后撤步动作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用处了。我穿这一双鞋打了很长时间的球，那我都没有感觉到它在整体刚性方面的问题。但是后来啊，我随便扭了一下，我自己都惊了，是我脚出了问题，还是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呢？但回想起来，我穿这一双鞋打球时的情况，一切都明了了。在做一些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前掌发力的，而它在前掌刚性是非常强的。当你前掌接触地面之后，力会传导至它的鞋面，而它的鞋面强度是非常优秀的，能够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双脚在鞋内的姿态是非常好的。而我的体重以及力量啊，我都觉得没有问题，那我相信这一双鞋大部分的朋友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它在足弓处的支撑就不太够用了。虽然球鞋在内侧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内收，但是中底的泡棉是比较偏软的，并且在足弓处的鞋面也是非常软的，对于足弓的支撑啊几乎是没有的。再加上它中底整体的刚性是比较偏低的，所以在跑动的过程中，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足弓处有比较明显的拉扯感。穿它打球时间长了，会感觉到比较明显的足弓疲惫感。而且这一种前高后低的中底设计，穿在脚上也对于足弓的压力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设计再加上没有足弓支撑，对于足弓来说啊，真的可以说是杀手一般的存在。如果你想要穿它打球啊，换一副具有足弓支撑的鞋垫，我感觉都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个问题。而在后跟处，大面积的中底橡胶上扳将后跟包裹了起来，并且内部有着硬度还算不错的钢宝加持，让它在后跟处的稳定性以及支撑性都得到了保证，并且球鞋前掌超级宽大的设计以及明显的大底外扩，都让它在稳定性方面没有什么毛病，没有崴脚的风险。而这一双鞋在重量方面的表现啊，可以算得上是它比较突出的一个优点了。单只42.5码的 OneTake 3重量是327克，非常的轻质。但是它超级宽大的大底，让它注定与灵活啊，并没有多大关系。轻质灵活，它只占了一样。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7分。这双鞋确实相比较于威少5代来说，在包裹以及锁定方面确实是提升巨大，但是中底的表现以及整体的刚性是跟威少5代完全没法比的。不得不说啊，耐克的刀法还是比较精准的。那支线如果比正代啊全方面都要好的话，那谁还买正代啊，对吧？那这一双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那基本上不打全场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跑动比较少的话，其实它的足弓支撑问题啊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暴露出来。它的整体包裹、缓震、抓地这几个方面的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考虑到现在它还是要5开的价格，我觉得性价比方面几乎是没有的。那如果达到了跟1代或者2代一样2开的价格，那买一双打打养生局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个鞋款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的42.5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